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总麋鹿小姐。为什么叫总麋鹿小姐呢？因为她每次来 Vegas 找我，都会在我们那小的可怜的机场迷路。那我这次找到了，这次找到了，不容易，不用我下去接她了，但是她还是走错了。刚才，现在我接上她，我们要去吃拉斯维加斯的香天下 X Pot。这个香天下呢，我们之前去的时候它是火锅，现在它改成了海鲜自助，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去尝尝他们这个来自北海道的海鲜自助。张老板还背着我的包，还聚财啊，钱多多 ，money 超多。这个 X Pod 是在威尼斯人啊，所以现在你坐过这船吗？我在威尼斯做过。你在威尼斯做过，好牛逼啊！你在真正的威尼斯做过，老板很厉害，我就不用这个假的威尼斯人，直接在真威尼斯人。特臭，水特臭吗？真的威尼斯？哇，他能在这儿掉头也挺厉害的。这里边全是钱，这底下全是钱，这就是老外的迷信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是个水都能当成许愿池，都得往里扔钱。这边就都是些河边的餐厅，然后坐在那儿里边可以是看到河的。呵，大汉堡。记录一下啊，这位小姐家进贼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坐在外边，在这处理这件事呢。家里现在有警察，这个贼呢应该是看着盯着他出门，对吧？昨天说这个有一个女的墨西哥人敲他们家门，然后呢他开了一下门，然后那个墨西哥人就说走错了，所以他肯定是踩点，就看看这一家是不是中国人，是不是亚洲人，因为中国人有现金。家里有现金，然后今天呢，他们卡着点儿，他走了以后敲门，然后但是他们家有个小朋友，就没答应也没理，所以这群人就以为家里没人，然后就从后院进家门了，然后这小朋友就躲在屋里，报了警了，所以现在家里是有警察，也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，丢没丢东西，丢了什么东西。美国就是这么乱，现在他就是能踩点儿，一条线一条路就这么完成整个偷窃盗窃，不知道家里现在损失什么东西，反正小朋友躲在屋里。乐乐跟我说了，那个他说他看到他们。乐乐进卧室看到他们了，看到两个都吓一跳，都吓一跳，双方都吓一跳。所以他就赶紧跑了，所以他们就赶紧跑了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了，我现在在等更新呢。小朋友是15了，18了啊，18，他虽然18，这个心智还没有很成熟，但他至少他的这个外表 appearance 是看起来是个青年，所以他应该有可能没有拿什么东西就跑了，因为他看到家里有人。对，然后乐乐就报警了，他们现在就家里不能没有人了，因为家里肯定是已经盯上他们了。他们会在比如说草丛里啊或者哪里看着他们车库，车走了，大人走了，人走了，就会再进来，对不对？你有安那个 ADT 吗？砸碎玻璃的时候，家里响，它不是哇哇哇响吗？专业的小偷根本不在乎。对，小偷不在乎响。然后但是他不就连线到那个？等人真正来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所以没有用。而且刚才就他们在他家去敲门的时候，就是来踩点看家里有没有人。他说那个小朋友说家里敲门敲得特别大声，然后呢他在这边监控是看不到的，因为他们把那个监控给 block 了。这美国小偷还有点技术呢。就是门被破了，门被砸了是吗？警察都不用非常柔顺的从那个后门都不用开门，就直接就是从后门直接迈进来。家里现在有4个警察，所以他们这个行动非常快。从昨天敲门确认家里是亚洲人，今天再敲门确定以为家里没人，因为没有人应，到偷就是一道线。正好你看我们定的5点的吃饭，这1个小时本来没事儿干，说溜达溜达吧，你看就光处理这事儿了。待会儿正好处理完了，放下心来以后就可以好好吃顿饭了。一个翻楼上，一个翻楼下。
进来2个人，一个翻楼上，一个翻楼下。然后那小朋友出来了，正好碰见他，然后两边都吓一跳，然后人跑了，就不知道他出来之前他已经翻到啥了，现在就是对吧？就不知道他已经拿了啥了。不重要。看看后院门怎么这已经立马开始搜后院门怎么办了。我觉得以他家现在这现状，能拿点什么？表面我都挖，我都是挖，都是那个什么拉布布。那没人就拿你一个那个走了。对，说不定拿个拉布布走。我家表面全是挖，全是拉布布，然后全是挖卡。他可能觉得拉布布值钱，他觉得拉布布值钱，然后他把拉布布都拿走也行。他要能拿走拉布布，你这些娃也算替你挡灾了。哎，家里的顶梁柱一出门就得有幺蛾子，你看就得出幺蛾子。他要只是砸碎个后院门也还行，你换个后院门，你正好把你那脏的后院门给换了。你啥时候换也不是一天就能换，后院咋办？你只要家里有人就没事儿，他就不敢进来。总瞄一些不属于他的干什么呢？哎呦，真是绝了！这是我们这来洛杉矶，我们俩是同时2010年来的洛杉矶，第一次遇到真的是坏人进家里的情况。冷静，没事儿，一定会没事儿的。刚一下飞机，收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家里进人了。你就是说说这个心情吧。现在我们就是坐在这里等消息，等看看到底是丢了什么东西。在他们还在上学的时候，他儿子同学家就被打劫了，然后他同学家就是被偷了东西，进来了。对，进来了。但是他儿子他那个同学呢是做网上卖那个就是卖小乐高嘛，他那一屋子的乐高没有人要，没人买，所以那他偷啥了？也是偷这些值钱的，然后就是他妈的那个就只有他的乐高屋是一点破坏都没有，一点可能人家开了门可就关上。我跟你讲，这些小偷吧，也蠢，也特别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原来就是车停在外边，被小偷，咱们是没锁车嘛，当时没锁车，然后但我们当时住那个社区是有大门的，就有保安的，所以我们忘了锁车了。他呢，这个小偷从我们的车里边偷了一点现金，也没多少，然后偷了我的眼镜，我的那个墨镜。然后警察来了，我才知道就把我的东西偷了，因为其他的我们邻居也被偷了。结果我的眼镜被警察还回来了，因为这个小偷把我的眼镜落在了下一家的车里。现在美国就乱成这个样子了，就是他就直接到家里来偷东西。我就说吧，早点回国吧，房子一卖，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？真的。现在好多，只要是在美国待的时间久的人都往回走，都已经回流了，开始。再看看监控，看看警察走没走。没人了，警察走了。觉得这群警察也是挺厉害的啊，大门敞开着，后门敞开着。也不进来，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敲门，他说听到很重的敲门声，并不是敲门，我觉得他想从正门冲进来，但因为我正门有这个门堵，就堵卡住了，对吧？也有可能。正门怎么进啊？他就想硬闯啊，一撞就撞。硬闯啊！你后门得砸玻璃嘛。哎，他也没有听到砸玻璃，他怎么把我门拆了的？你玻璃现在是碎的吗？没碎，门没了。后门没了。哇，这是有点技术水平的。所以玻璃没碎，他把门卸了。我觉得是，就是门没了，现在风还吹着呢。那也有可能你没关门，他给拉开了。因为我今天早晨倒垃圾，我专门关了锁。那门往上一抬就能开掉。
但是还得把锁打开。那他怎么开的锁呢？哎呀，都干小偷了，我觉得这点基本素质还是得有的吧。你开个锁还是应该好开吧？开个锁，你开个门儿，我觉得这手艺还得有吧。这位小姐知道家里进贼了，那手抖到一个不行，打字叽里咕噜打一串，没有一个能看的字儿，手抖。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说来了一次，然后啥都没偷到，然后又报警了，他就不会再来了。因为我记得有一个人家就是连着进了2次，然后说是前后脚，贼出来的时候他刚回去，他东西拿走了吗？好像也是翻了吧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后来又进去过一次，应该是。现在这贼太猖狂了。前几年还和我朋友聊起来，他们家就是贼坐在他们家客厅吃他的中国零食，买的零食，可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零食，可能就在那嗑瓜子儿，然后嗑完了走了，然后又回来又吃。那就等消息，等看看谁先回给你这个情况。你的手机先响。我的手机是诈骗，天天诈骗电话呀！我要不要把那个定位改晚一点，改晚个1个小时，改到6点？最后的图像是警察出去的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拍到，就他们屏蔽了。然后我现在最后一个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是乐乐出去的时候，应该是乐乐跟警察让他出去的那一个。这谁呀？这是我。哦。昨天就没有。昨天就没有？昨天你录了吗？也没录。昨天就没录上。所以昨天他其实也是给屏蔽了。小偷真凶，他怎么给屏蔽的？他们有一个信号，有一个东西，这两天小红书上刷，经常都有。所以说这个监控，他们说屏蔽就屏蔽了。正常人敲门，谁能想得到是踩点啊？你要不要回车上充会儿电？充了吧，这还走回去。你别待会儿处理没电了，这就是美国没有租充电宝的地儿，这要在国内随走2步就充电宝。还有多少电？还有20。回车充电去。咱们走回去多久啊？没有几步。现在回车上让总迷路小姐充电，因为她手机没电了，怕待会儿处理这事儿没电了更着急。然后处理完了，我们再去吃 Xpot。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停车位啊，正好是大球景，前面就是给大家看看，正前方就是 Sphere， 也是个观景台，也是算是一个观景的景观车位了。不白来都不白来。现在呢，就是警察在他们家采集指纹呢，看看能不能采集到有用的指纹。人还不能进去，还不能看丢没丢东西。他一手机一响，我们都紧张，我们3个都紧张。所以警察还是破案的。破案，他这都已经进到家里了，这就得破案。所以警察说，就他那个干扰器把邻居的摄像头也给 block 了。对，所以你家里边开不开摄像头都没有用。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进屋了，就是看看丢什么东西了。就如果什么都没丢的话，就等于是就损失了个门。我的电脑在沙发上，那个蓝色的包里还在。还在。那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动了没有？我现在那个，你往桌子上放，桌子上。我想一下啊 ，iPad 在不在？在后门那儿呢。在都在。什么 iPad？ 我的东西应该都在，
就是都在是吧？对，目前看是都在。2楼。哦。啥？你东西呢？我的都在啊，电脑就2台电脑。所以他没来得及拿东西是吧？对，没来得及。他刚上楼的时候让乐乐撞见了。乐乐吓死。哎，他给我挂了怎么？所以2楼的他没上去。啥都没拿。啥都没拿。哎呦，那就放心了，就他还没上来。对，他们在就发现有人就赶紧走了。然后 iPad 也没拿，电脑也没拿。对。所以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就是折腾半天就损失了个门儿。东西都没丢。他跟你说东西都没丢是吗？已经确定了？确定东西都没丢，没来得及。这就是圆满的结局了，就是啥都没丢，然后也没人受伤。他可能进来一看，我操，怎么这么多娃？对啊，他娃也没拿，他连娃都没拿。行，这就是家里进贼事件的圆满结局。好吧，我们去吃饭了，这是真的要去吃饭了。这个家里进贼事件圆满结束啊，就是虚惊一场。小姐刚下飞机就在这儿处理这个家里进贼这事儿3小时。行，我们现在要快乐的去吃饭了，拜拜，吃饭，下一期再见。